重生后，我和姐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嫁。上辈子我和姐姐一同嫁人，性格温婉娴雅之礼的她，嫁于寡言大将军霍萧。只因霍萧带表妹出府过七夕，却留姐姐独守空房，两人就此冷战半生。姐姐守着将军府的空寂，郁郁而终，而我性子火爆爽利，从小舞刀弄棒，却嫁给了当朝首辅柳明策。首辅风雅，嫌弃我不懂诗书礼仪，性情粗鄙，日日对我冷言冷语。我与他3日一小吵，5日一大闹，成了京城有名的怨侣。再睁眼，我和姐姐回到上花轿那天，看着面前满脸愁绪的姐姐，我当机立断，一把攥住她的手。姐，咱俩换亲。你说什么胡话？婚姻大事，媒妁之言岂能说换就换？再说边关苦寒，那霍萧又是个性情冷硬的，我怎能让你替我去受那份罪？姐，就你这个面人性子，去了将军府只会委屈自己，与其重蹈覆辙，不如相信妹妹我。说着，我抽出腰间缠着的软鞭，舞得虎虎生威。再说，我可不一定打不过那小将军。那柳首府虽然爱端着文人架子，却性情温和，无甚坏心。你们2人脾性相合，定能好好过日子。正说着，门外传来母亲的催促声：“珍珍、夭夭，吉时快到了，快些梳妆妥当，花轿早已在门外候着了。”我不再多言，拉着姐姐快步走到妆台前，迅速卸下她头上的凤钗，换上我的头饰，又将我们的霞帔互换。事已至此，容不得犹豫了。反正爷爷这亲事只说是将叶家女嫁给霍将军，又没说是哪位。此事过后，我自会向爹娘和爷爷请罪。姐姐眼眶泛红，终是点了点头。你要是受了委屈，只管和姐姐说。说着，姐姐眼底闪过一丝决绝。欺负我就算了，要是欺负我妹子，我拿这条命和她拼。片刻后，我盖着红盖头，听着外面喜庆的唢呐声，被搀扶着踏上了前往北疆的花轿。我端坐轿中，心中酸涩却坚定。边关虽苦，霍萧也不好相处，却总好过姐姐再受半生委屈。我叶夭夭一身武艺，难道还怕了那边关的些许风霜？还有什么表妹将军不成？大不便合理，我叶家女就算2嫁，也有的是人上门求亲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前往北疆的路漫长而颠簸，等马车来到将军府门前的时候，已是1个月之后了。经过这一路，我早已面露菜色，连身上的喜服都有些灰扑扑的，甚至有些怪味。此时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将轿帘掀开，一股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，夹杂着淡淡的血腥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边疆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啊！娇弱纤细的姐姐上一世是怎么忍下这一路的苦楚的？正沉思时，一道矫揉造作的声音在面前响起：“萧哥哥，怎么新娘子身上有股怪味啊？不是说她是京城来的贵女吗？怕不是半路被人调包了吧？”一股子无名火从心头升起，我直接伸手掀开盖头，就看见一个身着粉色裙的姑娘，眉眼柔媚，正向旁边的男人抱怨。男人身着银盔，身姿挺拔，倒是没什么表情。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，顺手将手中的红盖头和婚书扔进他怀里。霍将军是吧？我叶夭夭，你未来的娘子，婚书在这里，还请查验一下，省得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把我当成假货。说着，我抽出软鞭，对着那姑娘轻轻挥了几下。对了，我这个人最是受不了阴阳怪气，表妹下回有话直说，不然我这京城的鞭子可不长眼，不小心抽到你就不好了。闻言，男人轻笑了一下，赵清源不满地瞪了他一眼，娇嗔道：“萧哥哥，嫂子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我也是。”我打断他的茶言茶语：“等等，我确实不喜欢你。”我揪住男人的衣领，往他脸颊上亲了一口。看好啦，这是我男人，以后不管你是表妹、绿茶、白月光还是什么的，都请离我男人远远的，毕竟我可是个小肚鸡肠的女人。霍萧整个人一僵，耳尖红得能滴血，懒得管两人什么反应，我直接迈步往将军府走去。今天可是我们的婚礼，霍萧都任由那个小绿茶污蔑，难怪姐姐上一世过得那么憋屈，但这一世他们可就没有那么好运了。要是我难过，大家都别想过好日子。在丫鬟的服侍下洗了个澡，又换了套凤冠霞帔，我才终于感觉舒服多了。等吃完一碗填肚子的面，已经来到了拜堂时间。这次拜堂本该十分顺利，可我和霍萧来到大堂中央时，突然听到一声厉喝：“慢着！”整个大堂的喜庆氛围瞬间凝固，我心中顿感不妙。我霍家娶儿媳，要的是温婉贤淑，能为霍家绵延子嗣，辅佐夫君的贤内助。可你这丫头，一入府就对表妹恶语相向，一点容人之量都没有。感到无语，我掀开盖头一看，上手坐着一个神态威严的妇人，正面色沉沉地盯着我，正是我的婆母
赵氏，而他身后，赵清源怯生生地站着，眼眶微红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。见我自己掀了盖头，赵氏更不满了，指着我怒击：“你，成何体统？”婆母倒不如说说怎样才算贤惠，好让儿媳学习学习。见我如此识抬举，赵氏的脸色稍缓，心疼地拉住赵清源的手，转头对着我沉声道：“清源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自幼跟在仙儿身后，温柔懂事，娴静大方，哪点不比你强？今日拜堂可以，但仙儿必须同时娶清源为平妻，以后管家全归清源，也省得你欺负他。”这话一出，满座皆惊，当场娶平妻，还要让出管家权，这分明是没把我放在眼里，更是想借着拜堂的日子给我一个下马威，逼着我低头。赵清源眼底闪过一丝得意，却依旧装出一副为难的模样。姨母，这不太好吧？今日是萧哥哥和嫂子的大喜日子，我怎能这般喧宾夺主？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往前一步。婆母这话我可就不认同了。我叶家在京城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容不得旁人随意诋毁。再说了，赵表妹若是真如婆母所说温柔懂事，就该知道避嫌，而非在新婚之日赖在将军府，还惹出这般是非。说完，我靠近霍萧，牵住她的手。能娶像我这样优秀的姑娘，分明是霍萧的福气呢。我狠狠抓了下霍萧的掌心，一脸威胁地对着他笑：“你说是吧，霍萧？”霍萧面色淡淡，耳尖却染上薄红。母亲若是今日一定要我那表妹为平妻，这堂也不必拜了。堂大将军，连自己明媒正娶的夫人都护不住，要我有何用？今日之事要是传出去，丢的只会是我们霍家的脸。他与我并肩而立，目光坚定地看向赵氏。母亲，今日是我与夭夭的大喜之日，纳妾之事绝无可能。清源表妹只是客人，今日之后，还请母亲派人将她送回江南的外祖家，免得再生事端。这话一出，不仅赵氏和赵清源愣住了，连我都有些意外。我转头看向霍萧，正好对上他的目光，他的耳尖似乎又红了，避开我的视线，对着司仪沉声道：“吉时未过，继续拜堂。”司仪反应过来，连忙高声喊道：“一拜天地！”赵婆母气得浑身发抖，却也知道霍萧话说到这份上，再坚持下去只会让霍家颜面尽失，只能恨恨地瞪了我一眼，转身坐回了主位。赵清源脸色惨白，站在原地看着我们，满是不甘与怨毒。霍萧一手牵住我，一手放下我的盖头，红绸遮住视线，我听到他轻声耳语：“娘子，我们继续。”伴随着司仪拖长尾调地送入洞房，我飞快地关上了卧室门，抬手就要掀开盖头。此时，一只有力的手却压住了我的行动。事不过三，这次的盖头还是由为夫来掀吧。金色的秤杆挑开红布，面前出现的男人面如冠玉，眼若寒星，我一下子忘了呼吸。霍萧带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娘子，该喝合卺酒了。”我猛然回神，一下子涨红了脸。该死的霍萧，居然用美男计勾引我！我连忙拿起桌上的酒杯，想了想，故作镇定开口：“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叶夭夭最讨厌到处沾花惹草的男人。你要是想左边一个秦妹妹，右边一个美娇娘，天天过左拥右抱的好日子，那咱俩还是早日和离的好。”听着我的话，霍萧眉头一皱：“你既然成了我的娘子，我自然是该听你的话。更何况霍家有祖训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”想着上一世姐姐的遭遇，我不禁白了他一眼。男人的鬼话，真是一句也不能信。不管你怎么说，只要你有了别的女人，我改日就带着行囊回娘家去，自有父兄为我撑腰。霍萧看我神色认真，也急了，上来紧紧抓住我的手：“瑶瑶，我和表妹真是清白的，更何况我霍家的男子向来只有丧妻，哪有和离的？我比较笨，对我有什么不满，你只管说，我一定改。”看着男人真诚热切的模样，我脸上浮上一阵热意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如果你做了负心汉，我就把你3条腿都打断。霍萧瑟缩了一下，接着又笑了，声音低低的：“成婚了，为夫自然是一切都听娘子的。”见不得他这副处变不惊的模样，我双手攀上他的脖子，吻上了他的唇。男人的呼吸瞬间急促，感受到脖颈的热意，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。红烛摇曳，一夜千金。第二天，我揉着酸痛的腰间难起床时，忍不住狠狠剜了他几眼。该死的男人，竟然想用这种方式让我屈服。男人睁着眼睛，满是无辜，接收到我的眼神，歉意的低下头：“嗨，都是为夫不好。”房里的丫鬟婆子已经忙碌起来，为我们接下来的奉茶做准备。好不容易穿戴好，霍萧带着我还没走到前厅，就听到2道令人厌烦的声音：“妻儿放心，姨母绝不会让你被赶出府的，看我待会给那小蹄子来个下马威。”闻言，我心头一阵火热，看来是上次的教训还没吃够，竟然还敢招惹我。本小姐最擅长以理服人了。我搓搓手，
刚想进门给里面的人好好上一课，一只修长有力的手臂却横在我面前，截断了我的去路。接收到我疑惑的眼神，霍萧眼全轻咳。要不这次由为夫来？我没好气地给了他胸口一拳。去，这可是老娘大展身手的时候，你这是想抢我风头？说着，我看了他一眼，男人当即落败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我一脚踹开房门，对着露出惊愕表情的两人露出一个灿烂的笑。婆母是在念叨我吗？赵氏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，浑身一僵，连说话都有些支支吾吾。我这是。赵清源看不下去了，眼怕假哭。姐姐莫怪姨母，都是我不好，无父无母的孤儿命，从小只能仰仗姨母，故而姨母多怜爱我几分罢了。若是姐姐实在看不过我，青儿自是会走。赵氏听了这话，眸色越来越沉，眼看着他马上支棱起来了，我连忙出声打断。谁说要赶走表妹了？这下赵清源也不装哭了，两人一脸吃惊地看着我。我连忙从怀中掏出一块手帕，学着赵清源之前的样子掩面啜泣。我也不想赶走青儿表妹的，实在是霍萧心疼我。我用手肘对了对霍萧，示意到他发挥的时刻了。霍萧上前一步，面色淡淡。表妹自小失去双亲，确实不易。赵清源立马眼睛一亮，我瞪着眼几乎要看穿这男人的后背。这男人不会没读懂我的意思吧？要是这时候掉链子，他这一周都别想上我的床。只是我戚夭夭何尝容易？她本是京城贵小姐，只因一纸婚约，远赴苦寒边关嫁与我，从此远离父母亲族，难寻依靠。表妹还有母亲撑腰，可夭夭在这里却只能依靠我了，儿子如何能不为她做主？实在是我心疼她，不愿她再受半分委屈。这话一出，赵清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。我看着霍萧认真的神色，鼻头一酸，这个答案他答得远比我想象中要好。他既然有几分真心，我也不能让他一直在我和亲娘之间为难。我上前一步与他并肩，牵住他的手。表妹自然可以留下，只是……我和霍萧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笑意，异口同声道：表妹不可再插足我们之间。随后，我端起丫鬟递过来的茶杯，恭恭敬敬地送到赵氏面前。娘，请用茶。赵氏僵硬地接过茶杯，抿了一口，随手将茶杯放在桌上，不情不愿地从怀中掏出一个红枫，塞给我。我悄悄掂了掂，分量十足。看来这婆婆虽然对我不满，人倒是不算太坏。如今我和她各退一步，也不是没有和睦相处的可能。奉茶仪式草草结束后，我和霍萧回到了新房。刚关上门，霍萧就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娘子方才的样子，倒是像只张牙舞爪的小狐狸，可爱的紧。一天天的净胡说。只是你今日倒是表现得不错。看着我脸上泛起的红晕，霍萧将我抵在墙上，眼神暧昧。我今日表现得如此好，娘子是不是该奖励我什么？我的脸烫得更厉害了，想要推开他却浑身无力。就在他的吻要落下时，一个丫鬟推门而入。少夫人，夫人找你。我和霍萧像触电一般立刻奋力，背对背不敢看彼此。我轻咳两声，掩饰尴尬。你娘找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说完，我逃也似的拉着丫鬟跑出院子，走到赵氏的院落，我脸上的热意才消散，就看见赵氏在房内左右踱步，不时发出一声哀叹。一刻钟后，我忍不了了，拉住她的小臂。娘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不妨直说吧，走来走去绕得我头疼。赵氏的眼睛一亮，接着继续装模作样的叹了一口气。我命真差，哎，儿子有了媳妇就忘了娘，儿媳妇更是个不孝的。额头上的青筋暴起，也顾不上伪装了，我将腰上的软鞭啪地甩在桌上。娘，有事说事。赵氏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地说：我只是想日日吃上儿媳烧的饭吗？这么凶做什么？我无语地看向他，烧饭这点小事交给厨子不就好了，不然他们白拿月钱的吗？正想拒绝时，我余光瞥见屏风后有一片鹅黄衣角一闪而过，我瞬间明白了，什么做饭，指定是赵清源那朵小白莲想出的新招，估计就是用拉踩我的新招。要是我拒绝了，他们可又有理由指责我了。心念一转，我收回桌上的软鞭，露出一个自认为温柔和煦的笑。没想到赵氏的惊恐更甚，双手举在胸前，警惕地看向我。你笑这么恐怖做什么？母债子偿，我警告你，只许打我儿子，不许打我啊！我可是长辈。我笑容一僵，嘴角弧度一点点拉平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娘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怎么会打你？就这么点小小心愿，做儿媳的一定尽力满足。回到卧室，霍萧立马围了过来，我朝着他扯出一个弧度。你说实话，我的笑很吓人吗？霍萧捏了捏我的脸颊，一脸很不值钱的笑。怎么会？我的娘子就是天底下最可爱的人。还是你有眼光。我就说赵氏有问题，明明从小到大，家里所有人都夸赞我可爱。霍萧环住我的腰，有些担心地问：娘那里的事我都听说了，需不需要我帮忙？
山人自有妙计，你看着吧，这一次保准给你娘治得妥妥帖帖。次日一早，我就带着几个丫鬟给府上的厨子放了假，吩咐他们没有我的传唤不必回，拿着2个银锭的厨子笑得没了眼，很乐呵地走了，还表示一定誓死效忠于我，清退了无官人等。看着厨房里满满当当的食物，我一时豪气万丈，这次包让人满意的。等到晌午时候，赵氏早已在正厅等候，一见我他就着急地问：夭夭啊，什么时候能用膳？看着他渴望的眼神，我十分满足。不枉我在早膳前就把厨子放假了，这不就把婆母的期待拉满了吗？赵氏可不管这些，一上午没进食，她此时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我拍拍手，示意丫鬟们上菜。很快，一盘盘菜肴端上了餐桌，只是上面都盖着银质的餐盖，显得神秘感十足。这是做什么？这可是儿媳第一次下厨，多少要有些仪式感。听到第一次，赵氏顿感不妙，可是已经晚了。我掀开餐盖，露出里面的美食来。只见瓷白的盘子上赫然盛放着一块块木炭。赵氏的脸顿时黑如锅底，她咬牙切齿：夭。没等她发火，我眼泪说来就来，哽咽着看向她：娘，是我做的不好，妈，都是夭夭不好。我从小在家就得不到娘亲偏爱，也没人教我如何持羹做汤。昨日您提出要吃我做的饭，我很感动，还以为我也有娘亲疼爱了。赵氏僵住了，我拼命压住嘴角，骗你的，眼泪是因为手帕提早染了洋葱汁，没有下过厨是因为娘亲最疼我们姐妹，不就是小白莲吗？谁不会是的？赵氏愣了一下，又缓缓地坐下了，拿起筷子夹起面前的黑炭，脸上挤出一个勉强的笑。娘不是嫌弃你做的挺好的，就是娘突然有点想府上的张厨子了，哈哈。在我满含期待的目光中，赵氏艰难地咽下了一块，对我竖起大拇指。夭夭虽是第一次下厨，但也颇有天赋。说着，他不经意把面前的那盘黑炭挪远了些，狠狠扒了2大口米饭，然后超不经意地转移话题。话说，张厨子去哪了？晚上倒是有些想吃他的拿手好菜了。我亮晶晶地看向赵氏，满脸无辜。我把他辞了，估计这会儿已经回老家了吧。既然娘喜欢我做的菜，以后就由我来负责娘的3餐。只听到咣当一声，赵氏的碗摔在地上，碎了一地。我弯腰正要收拾碎片，赵氏突然上前握住了我的手。儿媳，不，夭夭啊，仙儿说的对，你一路远嫁甚是不易，以后你就当我是亲娘，有什么难事和我说就好了。你让为娘怎么忍心让你日日操劳呢？这样，咱还是把张厨子请回来吧。看着他认真的神情，我发自内心的笑了，回握住他的手。都听娘亲的。当晚，张厨子就被请回了府上，月钱还直接翻了1倍。府上的仆从见了这个范例，纷纷来向我表忠心。如此一来，我不费吹灰之力掌握了实权，一旦府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总有人上赶着来报信。半旬后，霍霄从军营回家，知道这件事后啧啧称奇，对着我不住感叹：娘子简直冰雪聪明，若是娘子来做我军师，恐怕能横扫四合，击溃匈奴。与娘子比，为夫还是太无用了些。我嘿嘿一笑，视线向下扫。怎么会？你可有用着呢。霍霄顺着我的视线望去，脸腾的一红，直接将我拦腰抱起，向床榻走去。次日醒来，又是熟悉的浑身酸痛，我心中暗暗抱怨，要是有下一世，说什么也不嫁将军了，这实在是太废人了。就在这时，贴身侍女16满脸着急地走了进来。小姐不好了，夫人中毒了！我惊得猛地坐起身，身上的酸痛都忘了。什么？娘怎么会中毒？我连忙拉着她赶去赵氏的落梅院。看到面前的景象，我的眉头瞬间拧紧。赵氏躺在床上，面色青紫，气若游丝。许久未见的公公负手站在窗边，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赵清源倒是一如既往，跪在床边哭哭啼啼个不停，吵得我脑仁疼。我抓过旁边的侍女，直接问：怎么回事？娘怎么会突然中毒？侍女看见是我，有些欲言又止。还没等我读懂她的言外之意，赵清源就像是突然发现了我一般，红着眼指向我：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？姨母再怎么样也没对你下过狠手，你怎么能下毒害她？他这一嗓子瞬间把所有目光都引到了我身上。府里的仆从们窃窃私语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怀疑。也是我嫁进来第1天就和婆母起了冲突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和婆母不和，如今婆母中毒，我自然是头号嫌疑人。赵氏此时也缓过一口气了，指着我气若游丝地喊：叶夭夭，你这个毒妇，我真是瞎了眼才让你进霍家的门。萧儿，娘求你替娘做主，要么休了这个毒妇，要么娘就死在你面前。这是要逼霍霄2选1啊！我心里一沉，上辈子的记忆涌上心头，男人终究是偏向亲娘的，更何况我这嫌疑犯。我攥紧了拳头，鼻尖一酸，委屈的眼眶都红了，却倔强的不肯掉眼泪。我叶夭夭从来不是要靠别人解决的人，
大不了就是和离，我还怕了不成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刚想开口辩解，霍萧却先一步出声了。娘中毒之事蹊跷，不可妄下定论。夭夭是我的妻子，我信她不会做出这种事。即刻去请府衙的师爷前来查探，仔细查验娘的饮食起居。若真是夭夭所为，我霍萧绝不包庇，亲自送她回叶家请罪。语毕，他过来牵住我的手，我愣住了，没想到他竟然会选择相信我。看着赵清源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身子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我心下有了几分了然。师爷来得很快，仔细查验了赵氏的汤药、点心，又询问了伺候的丫鬟，很快就有了结果。赵氏喝的餐茶里被人加了急性毒药，而那餐茶正是赵清源早上亲自送来的。证据确凿，赵清源再也装不下去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赵氏挣扎着从床上起身，指着赵清源，气得浑身发抖。青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从小将你视若己出，甚至疼你多于萧，你怎能如此狼心狗肺？赵清源跪在地上哭得梨花带雨。姨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你和萧哥哥都越来越偏向嫂子了。我无父无母，除了霍家无处可去。我只是想污蔑嫂子，让你们讨厌她，没想害了你啊。说着，他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瓷瓶，双手举过头顶。姨母，您信我，解药我一直带在身上，只等嫂子吃一点教训，我马上就会为您吃下解药，绝不会让你死的。可霍萧看着他，眼神冰冷。为了想些许偏爱，他竟用出下毒栽赃这种阴毒手段，已是走火入魔。将军府容不下这般心思歹毒之人，我看还是回去派人将他送回江南外祖家，让宗族长辈对他严加管教。霍家与他从此再无瓜葛。闻言，赵清源祈求地看向赵氏，可赵氏只是神色复杂地扭过头去，不再看他。赵清源还想再哭求，霍萧直接命人将他架走。就在他即将被嫁出去的时候，默不作声的公公突然开了口：当下。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公公身上，被架着的赵清源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停止了挣扎，泪眼婆娑地望着他。霍萧和我也颇为意外，自我们成婚前，公公就一直在外面游山丽水，极少过问府中琐事，今日却突然开口干预。青儿如今成这副样子，我看赵氏也多有失责，倒也不必送回江南老宅了，就放到别院将养着吧。我和霍萧对视一眼，刚想反对，就看见赵清源就挣脱束缚，在公公面前行了个大礼。多谢姨父，清源此生无以为报。再次起身时，他似乎又找回了底气，收起凄楚婉转的表情，怨毒地瞪了我一眼，甩着衣袖走了。赵清源被安置到别院后，我们总算过了几天平淡日子。我每日除了打理府中琐事，还要跟霍萧练几招。赵氏经了下毒一事，对我的态度缓和了不少，虽仍算不上亲近，却也再没刻意刁难。这般安稳日子过了约莫半月，府里却渐渐有了些不寻常的风声。那日我在花园散步，远远就瞧见廊下几个洒扫嬷嬷凑在一起窃窃私语。你们说怪不怪？最近老爷竟总往别院跑，一周都去了3回了。可不是嘛，那别院住着的可是表小姐，老爷总往那儿去，难不成是……一个丫鬟听得眉头直皱，忍不住上前一步：嬷嬷们可别瞎猜，老爷是长辈，表小姐只是寄居的客人，哪能有什么不该有的牵扯？再说两人年纪相差这般大，夫人又对表小姐那般亲厚，表小姐再不懂事，也不至于连礼义廉耻都不顾吧。旁边几个小丫鬟也纷纷附和，都说这猜想太过荒唐。嬷嬷却瘪了瘪嘴，拍了拍石榴的手背，一脸过来人的模样。姑娘还是太嫩了，这深宅大院里的事哪有那么简单？等着瞧吧，早晚有好戏看。我悄悄退了回去，心里泛起嘀咕，这赵清源不能又动了歪心思吧？过了几日，我带着贴身侍女出府逛街，刚走到一家绸缎庄门口，就撞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只见赵清源一身绫罗绸缎，头上插满了金钗玉簪，手腕上还戴着2只翡翠手镯，整个人穿金戴银，甚至比往日在将军府时还要张扬几分。瞧见我，他脚步一顿，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笑：这不是我的嫂子吗？某还亲自出来采买，身为将军夫人，竟还要为这点琐事奔波操劳，可真是劳累啊，不像我。我挑了挑眉，没打算理他，转身就要进绸缎庄。赵清源却上前一步，拦住了我的去路，声音拔高了几分：嫂子别急着走啊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呢。以前是我太傻，一门心思盯着表哥，想着做将军夫人，现在我才想明白，与其攀着他这个不知道多久以后的侯爷，倒不如换个更省事的法子。这下我来了兴趣。不知表妹找到了什么好法子？自然是找个能让我早点享受人生的靠山。我跟了姨父，再过几年不就是侯爷夫人了？甚至以后你见了我，
还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婆母呢。这话一出，周围顿时响起几声抽泣声。赵清源却愈发得意，挺了挺胸脯。你虽出身京城贵女，嫁过来却要管着一大家子的家务，累死累活。而我呢，只需安心做个小妾，就能尽享荣华富贵，这日子可比你舒坦多了。我听得心里直犯恶心，默默吐槽：这赵清源真是疯了，为了攀附权贵，连自己姨父都不放过。有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侄女，赵氏也真是命苦。这哪里是认了个侄女，分明是招了个白眼狼来祸害自己。怎么，嫂子无话可说了？也是，以后你就得仰仗我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道威严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：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要把镇北侯的爵位传给我那不孝子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位身着锦袍、须发皆白却精神矍铄的老者站在不远处，正是霍家的老侯爷霍萧的祖父。他身后跟着几个随从，神色严肃地看着赵清源。赵清源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，脸色煞白，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霍爷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若是不来，还不知道我霍家竟出了这等伤风败俗的丑事。我今日明明白白告诉你，这镇北侯的爵位从来没有我那不孝子的份。霍萧就是下一位镇北侯，你想做侯府夫人，恐怕是白日做梦。老侯爷立即命随从将赵清源带回将军府。当晚，老侯爷便让人将公公、赵氏、我和霍萧都叫到了前厅，要对峙公堂解决这事端。前厅内气氛凝重。当赵氏看见角落相依靠在一起的赵清源和公公时，瞬间如遭雷击，脸色变得惨白如纸。不可能！我之前待你如亲女，青儿，你怎可如此对我？赵氏话没说完，就捂着胸口，猛地倒了下去，竟是气急攻心晕了过去。满堂瞬间哗然。我反应最快，立刻上前扶住赵氏，高声吩咐丫鬟去请大夫，又让人将赵氏送回房静养。上手的老侯也痛心疾首地看着两人。霍姐啊，霍姐，你文不成武不就，这么多年没管过府中生计，我从不怪你。可你儿子如今都这么大了，还能如此顽劣行事，不顾家中名声。来人，请族谱。当着霍家诸位族老的面，老侯爷亲自划去了公公的名字，将两人逐出将军府，并对外宣布，从此以后两人与霍家再无瓜葛。之后的事我没再多参与，而是一心守在赵氏的床边侍疾。最开始他对我十分防备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其实我也能理解，什么样的人经历了这个事都会垮的。我只是坚持每日亲自为他煎药喂药，直到有一天他看我的眼神变了。这天还没等我喂，赵氏就自己喝完了所有药，眼神也不复曾经的阴霾，只是拉着我的手叹了口气。夭夭，以前我受清源挑拨，总以为你不好，对你百般刁难，如今出了这等事，倒是你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，才让我看清你的好，是我糊涂啊。娘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。赵氏眼中泛起泪光，将一只大金镯子放在我手心。你是个好的，可我不能把以前的错事轻轻放过。这个手镯你就收下，还有别的娘慢慢补。看见这大金镯，我是真有点感情涌出来了，当即和他泪眼相对。娘，在金钱的力量下，我单方面宣布，我和他之间的隔阂彻底消散了。以后我们重新做婆媳，解决了这些糟心事。平静的日子里，我居然胖了不少。就在下定决心减肥的时候，我对着桌上的红烧鱼吐了一地。霍萧立马惊喜地走向我。难道？大夫很快确诊了我的喜脉。霍萧整日围着我转，生怕我有半点闪失。我被害喜的反应折磨得够呛，摸着尚且平坦的小腹，不由得感慨：真是养儿方知父母恩。我妈当初得有多不容易啊！说着，我突然浑身一僵，换嫁的是忘记和我妈负荆请罪了。我转头看向霍萧，一副要哭不哭的表情。我出来这么久，我妈都没有寄信，她肯定是对当初换嫁的事情生气了。霍萧连忙安抚我：要不咱先写封信回去，娘子不用担心，有事我顶着，绝不让岳父岳母责罚你。还是先探探姐姐的口风，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回去负荆请罪。就是看在外孙的面子上，娘亲也一定会对我轻拿轻放的。好，我这就去让人备好笔墨纸砚，写完后我让人快马加鞭送去京城。信寄出后没过多久，就收到了姐姐的回信。母亲果然很生气，既生气我和姐姐私自换嫁，更生气我居然这么久都没有写信回去。哪有娘会对儿女一直生气呢？母亲只是很担心你。叶小夭，速速给娘报封平安信，她指定会宽慰许多。好好养胎，等你生下孩子就回京一趟吧。爷爷奶奶也很是挂念你。不幸中的万幸，
姐姐和柳明策相处的和睦，柳明策不仅待她温柔体贴，还时常陪她读书作画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。我心里暗自纳闷，这还是上一世我认识的怨妇柳明策吗？我偷偷在小本本上记下一条，明年回京，若是看到柳明策对姐姐不好，我便让霍霄偷偷把他揍一顿。我的肚子像是充了气一般越来越大，我甚至有些担心会不会有天他自己炸了。霍霄表面安慰我没事，实际上晚上总是偷偷起夜，摸我的肚子，对着里面不知道男女的孩子说悄悄话。娃，你乖些，不要折腾你们娘亲，等出来了怎么折腾我都行。我觉得他很傻，肚子里的孩子还小呢，怎么可能听得懂他的话？笑了一下，结果羊水破了，我开始尖叫起来。经过2个时辰的艰苦奋斗，我顺利生下了一对龙凤胎。看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小孩，我用尽全身力气呼唤霍霄。霍霄，霍霄凑过来，眼眶还有些泛红。我用尽全身力气给他胸口来了一拳。以后再也不生了，痛死老娘了！霍霄当即拿起匕首要挥刀自宫，把我吓得够呛。我是不想生了，又不是不想用。半年后，我们带着孩子赶回京城，看着许久未见的娘亲，我张开手扑过去。娘，想死我啦！没想到娘一下躲开了我的拥抱，从霍霄怀里接过我的女儿。多大的人了，这么不害臊，还是我的外孙女可爱。我自闭地蹲在旁边拔野草，没有天理了。有了外孙不要女儿了。我妈一手抱着我女儿，一手把我从地上拉起。傻姑娘，咱回家，娘给你烧了你最爱的红烧排骨。回家后，姐姐抱着我的孩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柳明策也在一旁温言问候，看得出他是真心疼爱姐姐。闲聊间，我得知了赵清源的消息。原来他被赶出将军府后，又被外祖家嫌弃，没了依靠，只能流落街头，最后嫁给了一个市井无赖，整日被打骂，过得十分落魄，也算是恶有恶报。在京城小住了一段时日，我们便返回了北疆。此时的北疆，在霍霄的治理下，边防稳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。每日清晨，我会陪着赵氏在花园散步，教他做些简单的养生操。霍霄处理完军营的事，就会回来陪孩子们玩耍，教儿子练拳脚，给女儿讲故事。夕阳西下时，一家人坐在庭院里，看着孩子们追逐打闹，欢声笑语不断。我靠在霍霄的肩头，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，心中满是安稳。往后岁月悠长，我们一定会安稳幸福的一直走下去吧。